大家好，欢迎收看 YouTube 望桥湾频道。今天我跟大家讨论一下 Mac、Windows 以及乌班图之间如何进行数据移动、传输，以及相互之间如何进行操控的。这个是Win10 PowerShell，然后这个是我的乌班图18.04最新稳定版。他们是通过一些软件映射到了我的苹果笔记本上。首先就是我把这个 Win10映射到了我的乌班图系统上，然后再把乌班图系统映射到了我的 Mac 笔记本上。下面我就跟大家讨论一下他们之间如何进行数据的交互以及安全访问。像大家平时在工作中，如果需要对数据进行复制转移，通常都会使用像一些U 盘啊、移动硬盘啊以及其他工具，将乌班图或者是Win10的数据拿过来 copy，然后插入到这个 Mac 笔记本上，进行物理上的数据转移，或者通过一些常用的聊天工具啊，像微信以及 QQ 或者 Skype 等语言聊天工具进行数据的转移，或者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数据传到云盘上，百度云盘、谷歌云盘以及其他的一些经常用的云盘，然后再在浏览器上进行数据的这个传输。首先，像它们之间都有一些自带的共享文件。今天这里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SMB， 然后我们谷歌搜索一下 SMB， 看一下维基百科。这个 SMB 是 Server Message Block 服务消息块的一个缩写，又称网络文件共享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在网络上能够共享计算机文件、打印机、串口、端口和通讯等资源，为一些服务器和客户机进行数据的安全转移。这就是说的这个 SMB。像苹果电脑和 Win10上一般都会有自带的一些设置。乌班图的话，我的这个系统没有自带，需要创建这个 SMB 的服务器。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首先看一下 Win10它上边的设置。我们找到这个 Win10的控制面板，然后再找到这个
程序，这里选择启用或关闭 Windows 功能，然后往下找，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SMB 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支持，然后默认它是选择的。如果你的计算机没有选择的话，选择一下，点确定，然后就选择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关掉，然后再找一个文件夹，找一个文件夹，然后这个选择属性，共享，然后共享方式，高级共享，权限，修改之后点确定，关闭，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件夹共享的给其他的，这个乌班图啊，苹果笔记本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的乌班图系统，这个就是我刚才共享的一个Win10的文件夹，就在这里出现了。如果大家需要在这个连接服务器输入框之内，就是输入像 SMB 192.168.3.8，就是我的一个 Win10的 IP 地址。我们看一下我Win10的 IP 地址，IP config，然后这里就看到了我的 IP 地址192.168.3.8。根据这个 IP， 在乌班图文件夹这里地址输入 SMB 冒号，然后把 IP 地址输入，就会，然后再点连接，像这里我直接进来，点击。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设了密码就要输入这个安全密码，大家最好设置一个。然后我再看看我的这个 Mac 笔记本，点开系统偏好设置，选择共享，这里有一个文件共享，选择文件共享，然后大家在这里选择一个你自己需要共享的文件夹，然后这里权限以及一些选择，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这里有提示，可以通过 SMB 192.168.1.0来连接，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这个 IP 地址，像这里打开命令行，输入 psconfig， 然后我们找一下，这里就是我的苹果电脑的 IP 地址，然后我们去找到Win10系统，这里找到Win10系统，然后快捷键，然后我们找到这个Win10系统，
Win2。Win2，输入 smb 192.168.1.10，刚才我的 MAC 地址，点确定。然后在这里输入地址192.168.1.10，就看到了一些Mac 笔记本上共享的桌面。刚才根据那个Mac 苹果笔记本的提示，在 Win2 上输入 SMB 不正确，这个有时候它是这个提示是不准的，大家可以试一下这2种方式，然后进行比较，有的时候它是可以用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苹果笔记本一个共享文件在 Win10系统上出现的形式，就是这里，这个就是我的苹果笔记本映射在 Win10系统的一些共享文件夹，像这个是我乌班图上共享的文件夹。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乌班图系统上显示的 Mac 笔记本，找到乌班图这个文件，选择其他，然后我们输入 smb 192.168.1.0之后，然后也会看到这个一些苹果笔记本在乌班图上的映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桌面，就会出现刚才这个Mac 笔记本在桌面上的一个图标。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乌班图系统如何建立这个 SMB 服务器，因为我这个 SMB 在乌班图上它不是自带的，所以需要手动的安装一下。打开我的苹果电脑记事本，还有 Mac， 这个笔记本是跨平台的，然后看一下 SMB 服务器的创建，找到这个我平时的一些记录，然后大家看一下，先把这个关掉吧，先看一下。首先就是我们输入这个一些操作命令，将系统更新一下。速度 apt-get upgrade， 这个 apt-get 可以省略成 apt， 这2个命令是通用的。保存一下，因为我之前都已经操作好了，然后再直接安装这个一些服务 copy，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乌班图系统上，然后大家就会看到已经是最新版了。这个 SMB 在我的乌班图上
显示已经是最新版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SMB 服务器在乌班图上安装好之后，还需要一些配置。打开这个记事本，然后就是需要创建用于分享的目录，这里我都已经创建好了，只不过就是用一些命令，在乌班图上创建就可以了。然后给这个目录创建权限 chmod 777，然后再添加这个一些用户设置密码给这个 SMB， 这里会有一些提示，就是增加用户成功，然后再修改这个文件。我们看一下怎么修改这个文件。粘贴，这最下边就是一些配置。那这里注释分享文件能否浏览？是的，然后 pass 以及一些这个 valid user 的，这样就配置好了，然后再重启 sudo service 重启这个服务，然后在 Win10上输入就可以，或者是 Mac 笔记本上输入。查询 IP 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这里插入的话，用这个 I， 然后把内容填写好之后，Q 退出来，然后查一下 IP，EF config， 这个就是 IP， 它这个是我的无线 IP， 然后在 Mac 上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刚才映射出来的。如果你连接的话，可能需要密码，就是你登录乌班图系统的密码，就这里。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看一下，找到这个路径，乌班图下的路径。打开文件，主目录，搜索一下。这个就是我刚才创建的，然后我们新建文档，新建一个，再建一个，创建。好，现在看一下，然后就出现了，在 Mac 上出现了刚才你创建的这个文件夹和就是 Mac Win10上的一个文档。其他的跟这个像乌班图Win10上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如果根据提示用 SMB 不可以输入的话，就去掉 SMB 冒号，再试一下，大家就会登录了。然后像 Win10，这里这个可以
右键可以右键映射网络驱动器，这样点完成，然后就会把这个乌班图远程操控的文件夹映射成你本地的一个盘符驱动器，点这里也可以看到刚才创建的文档啊，以及这个测试的文件夹。删除，我们看一下乌班图主目录，搜索乌班图，还在。点一下，啊，这个可能不允许删除。我们看看 Mac 上的映射，然后再看一下，然后这里就看到乌班图上的泰瑟文件夹也被删除了。刚才应该是系统的缓存。这个 SMB 在这个乌班图和Mac 以及Win10上的操作，差不多就是到这里的。就是乌班图它没有自带的 SMB 服务器，大家需要去网上搜索一下，如何在像 Linux 其他 CentOS 或者乌班图上如何安装这个 SMB 服务器。大家在输入的时候最好设置一下密码，以便这个对文件进行一个保护。介绍完了这个 SMB 操作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如何用这个专业版的软件进行数据传输和这个像我这样控屏。我这里用的就是一个TeamViewer， 这个是我刚才截的一个图，然后你下载下来，它支持苹果系统、乌班图以及 Win10、Windows， 其他系统也应该都支持，像 iOS 啊、安卓上都可以安装，对电脑进行操控。有个人免费版的，也有企业版的。个人免费版的都已经可以使用了，在日常生活中。然后你选择这个输入 ID 和远程控制文件传输，输入密码，这个密码是随机的。然后连接之后就会像我这样对其他系统进行远程操控。像我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把这个Win10，我的Win10让这个乌班图操控，然后再让这个乌班图让苹果电脑操控，就是通过 TeamViewer 完成的。像其他的，应该还有，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 TeamViewer 的官网吧。我们搜索一下。
然后这里有免费下载，它也支持企业吧，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付费。然后像这些介绍，查看免费版，免费。然后自动下载，因为这个是苹果电脑，所以它识别了就是苹果的安装包。像 Win10，或者是无版图的话，它也会去自己识别。我们在无版图上搜索一下，我们在无版图上搜索一下这个 TeamViewer，然后免费下载。然后这里就展出了它支持的一些操作系统，像 Windows、Mac、Linux、Chrome 以及安卓和 iOS， 这两个就是安装之后去远程操控你的笔记本电脑。截个图。这个在生活中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像其他的，也还有，像 AnyDesk 或者是向日葵远程操控。AnyDesk 它也适用于 Linux， 然后这里都有介绍。Windows、Mac、安卓、iOS、Linux 以及其他的这个系统，大家点下来就可以下载，功能跟 TeamViewer 都差不多。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像向日葵。向日葵，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向日葵远程操控。这个下载，大家看一下，它也是支持 Windows、Mac、安卓、iOS 以及 Linux。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然后点下载，就是这个 Sunlog Client exe。这个远程操控它有的既有客户端又有这个服务器，大家可以去比较，在你生活中哪个好用你就去用哪个，密码都是随机的。介绍完了这个远程操控软件，像大家平时如果不做远程操控的话，也可以用一些命令，因为图形化界面的话，它会消耗系统的性能，像有的笔记本电脑内存呀，还有硬件在支持这个 TeamViewer 进行远程操控的话，
如果性能很差的话，经常会出现卡断线的现象。像你在家里，如果拥有很多的设备，像几个计算机，也没有必要进行远程操控。电脑都在一起，还操控什么呢？左边右边来回的挪动一下椅子，就可以很方便的对电脑进行操控了，就没必要用这个远程操控。我这里是为了让大家方便观看，所以对电脑进行了操控。像我平时传送资料的话，经常会用到一些命令，像这个Win10的 PowerShell 以及 Mac，还有 Linux 系统，它都支持这些常用的命令进行数据传输，速度比图形化界面传输的要快。我们看一下这个 Win10的 PowerShell，像 Win7、Win8的话，如果没有安装，大家可以去官网下载，需要一些那个软件包的支持。像这个 Mac 笔记本上，它有自带的一些设置，点开系统偏好设置，然后共享，这里有个远程登录，输入 SSH 以及用户名还有 IP 之后，就可以对这个电脑在命令行里进行这个操控。打开命令行，我们看一下如何去操控我的这个乌班图系统192.168.1.11。这是第一次，它会有提示，你是否确定继续连接？选 Yes， 然后输入密码，然后就进来了。在 Mac 笔记本的命令行里操控乌班图，然后这是我的乌班图文件，然后它的命令像这个122啊，然后乌班图系统如何操作我的 Mac 笔记本？输入密码，这个之前因为登录过，所以没有那个提示。这个就是在乌班图的命令行里操控苹果电脑的操作，然后这就是我 Mac 笔记本的一些文件夹，而且密码都是 SSH 嘛 ，Security File 安全命令行。然后我们看一下如何在 Win10上操控我的苹果电脑。输入 IP 192.168.1.10，输入密码，然后大家就看到了，在
Win10上如何操控我的苹果电脑。这个就是 Win10上显示的。现在我们退出。像这些操作的话，大家需要在网上开启 SSH 服务，以及安装各种数据包。然后我们查询一下。Open然后大家根据这些网上的文档去安装这个 Open Server 就可以了，这都有命令，sudo apt 安装服务，复制，然后配置。打开命令行，退出，回到乌班图的命令行。然后我之前都已经安装了。如果大家需要在本地的这个命令行去操控远程数据移动的话，需要用到 SCP， 就是 Security Copy。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把Mac的一些文件传输到乌班图上，就用这个 SCP Security Copy， 输入 Mac 的用户名 IP 以及这个 Desktop， 输入密码910，这样就操控将数据转移了。我们看一下桌面，就出现了 Mac 的这个桌面的文件。像其他的这样都可以的。Win10，然后我们把这个删掉，看一下乌班图如何把数据传输过去。传输本地文件到其他的服务器，就是本地文件夹到其他服务器。传输其他服务器到本地，就是其他服务器的用户名 IP 在之前。这个杠 R 就是recursion 递归的意思。如果是文件夹的话，需要用到。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把这个乌班图的文件传输到了 Mac 笔记本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这个删掉的，又出现了。刚才是目录出现了错误，大家在敲命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我这个屏操控的太多了，有点乱。大家自己回去的时候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像这里 ICP 杠 R， 然后目录，本地目录，传输数据到远程服务器。如果是远程服务器到本地的话，就把这个目录转换一下，放在前边。像 Win10的话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就是 Win10的话，它会有一个中文的区别，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我们把这个删掉，看一下 Win10 FAP 杠2。IP 192.16.168.1. 然后.11冒号 desktop 行，到当前文件，输入密码，然后就将乌班图的文件导入到了 Win10上。我们看一下，把 Win10的传输到乌班图。命令行，输入密码，大家看到了，就是我刚才希望大家注意到的，将 Win10上的一些文件传输到别的服务器，如果出现中文会乱码，就是这样。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去修改 Win10的全局配置，像这个。找这个设置，先导这个设置，然后大家去找到这个设置，语言，管理语言设置，然后就这里，大家去选中，使用 UTF-8提供全语言支持。不过大家最好不要选择，可能系统还会出现，因为这是个贝塔版，它不稳定，所以大家不要选。因为我之前试过，你选择了之后，其他的目录也会出现其他的错误。那么怎么解决呢？就把这个文件都改成中文以外的语言，英文，然后我们找一个试试。test 点png
test。这个控型不好。.png， 然后改完之后，大家再看一下，这时大家再看一下，把这个 text 传输到乌班图系统上。输入密码。好，传输完毕。不过大家可以去修改一下 Win10的这个语言，如果想试一下的话。好了，今天关于这个数据操控以及安全数据转移的话题就暂时聊到这里。如果后续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给我一些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点赞、按小铃铛、订阅，尽情的分享吧。谢谢大家。